那些抱怨老公的事是真心在抱怨。对，所以非常婚姻现在还好吗？结完婚以后什么都吃亏，结完婚以后幸福感就会少，真的会少很多，因为你要管的事情太多了。不结婚的女生比较长寿，比较幸福。真的。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要跟宅女小红一起来谈一下幸福。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这位小姐甚至出了书，就是在各种抱怨的。听完之后就觉得啊，其实我生活好像还过得还不错这样。我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感觉。那些抱怨老公的事是就是抒发一下心情啊，因为写东西总是会没有题材。真心在抱怨。对，所以非常婚姻现在还好吗？而且我跟你讲，我婚姻很好的原因就是我老公总是觉得我是为了生活才在写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哪里来的自信这样觉得，他就觉得说我也是为了生活。就是这种人是不是会很幸福？会，像这种就是会幸福。所以如果你要幸福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自我感觉良好。别人会骂你就是因为他有需求，不是因为你真的欠骂。对，哇，怎么可能？他就是欠骂啊。是你算是厌世的代表之一吧。就想要问一下，这么厌世的人，那你觉得幸福到底是什么？今天我来是因为我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幸福，因为我觉得幸福好难以解释。有时候你会觉得开心啊，或是快乐，那到底什么状况下你会觉得幸福？中了乐透，我觉得那是快乐。对，你快乐你不一定幸福。那幸福到底是什么的感觉呢？我觉得头脑其实是没有化学物质给幸福的，但是有化学物质给快乐。对啊，因为我觉得快乐开心是很容易感受到，可是幸福很难。可是我刚才这里真是卧虎藏龙，刚刚有一位工作人员他跟我讲了幸福的定义，我觉得很对。什么？他说开心快乐一定要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可是幸福有可能是发生了对你来说不好的事情，但是结局让你觉得幸福。比如说我捐了一颗肾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就因此而可以好好活着。虽然我少了一颗肾，但是我很幸福。如果你遇到爸爸那个有人配对肾成功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爸爸有救了，你就会觉得开心。可是当你捐出你自己的肾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幸福，因为你觉得你有能力为你爸爸做这件事情。对，而且不是金钱，就是别人就算有钱他也办不到，这是不是更深层？要是我的话，我不会觉得幸福。难怪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难觉得幸福嘛。我在网络上面问粉丝，你觉得什么样是幸福？然后我觉得他们大家都好浪漫哦，他们是各种 moment。什么早上起来伴侣做早餐啊，在对的旁边的醒来啊，然后什么回到家猫咪冲过来迎接你啊，怎么可能猫咪会冲过来迎接你？对啊，猫咪不会啊，猫咪才不会。而且我跟你讲，如果另一半做早餐，跟你去下面的早餐店吃，当然是你去早上吃一个早午餐，不是很棒吗？或者是直接就叫到家里来啊。另外一半就很不会做早餐的话，那怎么办？对啊，没错。我们得不到幸福了啦。我光看那些猫，我就觉得早上醒来在对的人身边就会，所以他早上起来常常在不对的人身边嘛。他可能一年里头大概有半年都在不对的人身边醒来，然后有一天突然对了，他才会觉得幸福吧。如果你每天都跟同一个人，你有什么好幸福的呢？有一个蛮数据化的统计啦，不是有人说你赚钱赚超过一个数字之后，钱再多你也幸福的程度不会增加，那个线是$10万一年。那你觉得钱跟幸福有关吗？我觉得钱跟安全感比较有关，可是我觉得幸福可能建立在你当下你也是有安全感的状态才会幸福啊。我觉得幸福是很多东西加起来的，可是光有钱不会幸福。可是我最讨厌人家说钱买不到快乐。其实钱当然买得到快乐，真的，我跟你讲，花钱超快乐，怎么会不快乐呢？我们现在差的女人，我们现在分享正确的价值观，因为你知道马斯洛三角形，你有钱就可以先把下面最基本的东西拥有嘛，然后之后你想要探讨心灵层面，再探讨心灵层面。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建立在有经济能力上面。自从我开始请2个礼拜会来一次有打扫阿姨，我就会觉得我老公也会一回家打开门就会觉得哇，焕然一新如沐春风，跟猫奔过来一样，就是觉得舒服啊。因为有钱比较容易有幸福感，幸福感真的是很多东西堆积起来，我觉得啦。我觉得这理论不错，就是幸福是堆积起来的，你要堆积之前要先有钱。这是一个政治正确言论吗？有钱我们也不是说要超级有钱嘛，而是说我们本身有足够的能力做到可以得到自由。家庭主妇比较吃亏，真的就是好像赚钱的人不是他，可是他明明就做了一个超级辛苦的工作，是就好像要更加伸手。因为家庭主妇是不知心的嘛，谁好意思这样子去酸？我觉得要
我觉得家庭主妇现在就回去跟老公好好的算一下自己的经济价值。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就是你婚前就应该要讲清楚，结完婚以后什么都吃亏，结完婚以后幸福感就会少，真的会少很多，因为你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像那前2天不是有一个数据说，那个不结婚的女生比较长寿，比较幸福，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人家大家不是说生完小孩之后会老比较快吗？对，真的会，可能不仅仅只是生完之后伤身体，而是伤心、心灵那个精神压力。而且做什么都不对，像我今天骂了我儿子以后，我就会很自责，想说我为什么要骂他？我觉得小孩跟老公不一样，你骂了老公以后就有时候真的就算了，对，就是爽，帮你骂老公一时爽，可是骂小孩，你心里会觉得说会不会对他造成阴影？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社会的报道都是倾向于说小孩子长大以后变成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吗？对啊。然后很多网络文章都会说，你千万不要对小孩说的几A 句话 B C D E F G，然后有的时候看到我那天才这样子，然后心里就会觉得糟糕，我是不是不好的妈妈？对，没错，就是所以我现在不敢看那些东西。对，所以不是你不敢讲，是你不敢看。我不敢看，我就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对啊，我真的，如果这些东西一直在吓人，那人到底要怎么会有幸福感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出来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很想要拉回主题，你有感受？我有感受到，但是我还是微微的在抱怨。如果要跟大家讲幸福感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先拼凑出人生里面有哪几块，顾好了之后，这些东西堆叠起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得到幸福感。哦，那有哪几块？我觉得一切都是要快转到我们死前的那一刻。什么意思？就是死前不要后悔，有遗憾，死前不要有遗憾。照理说那些东西应该就可以让你得到幸福感，是吗？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20几岁到30几岁，30几岁我们真正开始承担各种的责任义务，那个意义可能就被磨在这些现实的小事里面。就不是你真正喜欢开心去做这件事情而去做，而是为了不得不做。对，那你不面对现实又不行，可是你又觉得你人就活这么一次，那要怎么去平衡这个东西？好悲伤哦，好像人生就是充满了责任义务和压力啊。的确是这样子。或许我们不需要一直觉得幸福，而且每个人就有点像个性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比较冷静一点，有些人就是比较兴奋一点。那或许可能对我来讲我1个月里面有几次突然有几个瞬间感到幸福，这个就已经足够是我的动力继续往前生活下去了。就每个人甚至对幸福感的需求也不太一样。那你觉得幸福的瞬间通常是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我儿子笑着朝我冲过来，然后很用力的抱住我。那跟猫一样啊。对，但是猫不会这样子，我才不相信。有寄影片给我我，因为我有养过猫，猫根本不会理你啊。没有，我觉得是个性你说猫的个性吗？对。好，如果猫朝我冲过来，我也会一样的开心。但是好，然后还有幸福的瞬间，对我来讲就是失去的东西重新再次找到。是什么？比如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然后现在是很累，直接就眼睛闭起来就睡着了，然后睡到隔天可能起来看10点，我就觉得哇，我身体也太好了吧。睡不着真的会让人整个万念俱灰。对，可是我之前睡得着的时候没有感觉。对，没错，你不会觉得睡眠这么重要。对，但是现在能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难道这就是年轻人的感觉吗？我把幸福当成一些生活的能量，这些能量就足以支撑我面对一些讨厌的杂事。其实是我觉得幸福应该说这些事情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我之前都跟我小儿子一起睡，因为他就是婴儿床摆在我的床旁边，我们是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可是他是睡眠情况很不好，他就会翻来翻去翻来翻去。有一天呢，我就买了一个床垫，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以后你们3个一起睡。因为我再也不想让他影响我的睡眠，我很喜欢好好的睡一觉，可是小孩在旁边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睡一觉。我也是，因为我儿子会半夜腿直接踢我的脸，对，然后我就会气醒，然后看到哇熟睡，好吧，然后就把他拨到旁边去。没错，所以我就说好，那你们3个睡在一起。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天哪，好幸福！我一个人睡觉，我一个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真的太幸福了。所以你就是要失去这个东西，再突然再得到，你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哦。是齁。你有认识那种很容易觉得幸福的人吗？我觉得他们只是写出来，他们没有真的幸福吧。谁？
没有啊，你偷偷跟我讲没有很多少女都会说拍个蛋糕说好幸福哦。可是没吃过蛋糕。他现在在攻击少女不懂幸福是什么意思？没有很多少女很喜欢在 IG 上发贴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说好幸福哦。可是那不是难以取得的啊，就是可能吃一个蛋糕或什么之类的、啊。不是有那么幸福吗？说不定他在减肥，好不容易可以吃，就觉得幸福啊。可是他已经饿了3个月了。你就是觉得那些小女生很虚假。反正我觉得他们很容易把幸福挂在嘴边，还是说他们真的是无牵无挂的人，真的是吃一个蛋糕就这么幸福？我也办不到啊。对啊，那你不觉得他们太容易幸福了吗？好了，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些年纪比较小的蛋糕的小女生。那我好想知道和尚会不会觉得幸福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要无欲无求吗？然后他们就已经甚至有些得道高僧了。幸福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些像浮云一样的东西啊？幸福跟欲望有关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关系耶。所以当你无欲无求的时候，你就是不是觉得和尚不应该会有幸福或不幸福的想法？他们可能连想都不会想。你有认识和尚吗？好难哦。有，我可能也不好意思去问师父。师父，你现在觉得幸福吗？他说施主们在那边，自己去吧。好无聊。反正每个人对于幸福感的需求就不一样嘛。那这个东西能支撑你也不一样。那对我来讲，就是幸福就是一种能量，一种特殊的生活的燃料。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是很难得到幸福的？除了我们之外，我觉得永远不满足的人啊，很喜欢。因为我一直认为幸福是比较级的，就是我如果常常看到孙芸芸在干嘛，我就绝对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可是我如果看到一些比较惨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其实我现在是很幸福的。所以人不应该永远去追踪孙芸芸，要拖每个人下水吗？没有，你不觉得幸福是比较级的吗？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人家的样子是很不准的，所以你看得到都是冰山一角。那或许他那个层面是幸福的，可是其他的你也不知道嘛。对，就像我有时候出去会被网友遇见啊，然后他也当下他们这样认得出来吗？你出去没有面具？我儿子很好认啊。对，他认得我儿子啊，然后就会看着说，然后他就会写一些说小红原来也很贤惠，小红原来也很温柔，或者是我帮我老公干什么的时候，像我可能帮我老公拿个东西啊或什么的，大家就说小红原来也很温柔。我就想说，大家是看到那些我在骂我老公的，就觉得我成天到晚24小时都这样凶巴巴的吗？也不会啊。我觉得社群媒体上的东西真的不要太认真的去看，因为背后一定有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就像我每天在家里洗碗啊，做家事啊，谁看得到？你这种人没有洗碗机吗？洗碗机是洗完碗之后再拿来洗一遍的。你有这么爱干净？之前不是很流行讲小确幸吗？很久之前，小确幸是真的幸福吗？我觉得不是小确幸是贪到了一个小便宜而已吧。就是今天觉得有件事情，还不错，出乎意料之外的小蛋糕小的好处，就类似。所以你其实也没有很 care 幸福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很 care， 而且我也不会觉得幸福才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动力。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责任跟义务，你就是死活，你就是得活着。对，我会这样觉得。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可能会跟心情跟气色有没有关系这样。我不会觉得幸福跟什么有特别大关系，因为幸福毕竟不是一个真正你会拥有的东西吧。哇，这么悲观。我悲观的人呢？你冷静，我悲观。你根本就不相信幸福有什么用。你会觉得我看起来这么滑稽，我人这么悲观。那我问你好了，你对于现在的工作觉得开心满意吗？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喜欢做这个工作，我喜欢当上班族，我的愿望是当一个上班族，结果我被公司裁员了，所以我只好来当网红。听起来是不是很讨厌？有讨厌有。可是我喜欢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很高的事情。为什么？但不是说家庭主妇哦，因为家庭主妇是责任制。像我就会觉得，如果在生产线上，然后每天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开心。对我来说，那会很有安全感，就是我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像现在的事情，我就会不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所以你的幸福感来自安全感？我觉得是很大的、很必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刚好紧抓到了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你就要做各种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事情。就是第一步，你要先明白
你自己会觉得幸福的来源是什么。那对于小红来讲，就是有安全感就会让她幸福。那要让你有安全感，可能是比如说财务上要有安全感，然后小孩要好好的，其他我觉得你对于一些比较浮云的东西就不是非常的在乎了，因为那些东西也没办法为你提供安全感。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会有一部分的人是跟你一样，那有一部分的人是会追求更华丽的东西吧，就是他会把浪漫跟幸福是等于的。可是对于冷静的人来讲，我没有浪漫的感觉，你有吗？我也没有。其实我觉得抱怨也是蛮幸福的啦，可以这样子一直抱怨。而且我觉得我抱怨可以带给别人幸福，因为很多先生都非常讨厌我，就是我我也是先生工会会杀我，就是他们会一起集资杀我，在泽泽上募资杀我们两个。因为他就会觉得我一天到晚在讲老公的坏话，可是你要想想看，因为他们看到我老公这样，然后很多太太就会说幸好我老公不会，或者是说哦幸好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一比出来帮了多少人，比较级。其实你来看我，你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到底是有多惨？大家去看人家书好了。所以我才是带给大家幸福的青鸟。不是幸福的青鸟，我觉得我们是两只很厌世的青鸟，然后在那边抽着烟说他们想要幸福，那就看一下吧。我们就是带给大家幸福的青鸟，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又多收集了一个幸福的模样，就是没有幸福的幸福也是幸福。好棒的结论，就是没有不幸的事发生就是幸福。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小红分享这么平静的幸福的理论，然后也告诉大家说，你不一定要有幸福感啊，你没有幸福感，你也很难有不幸的感觉啊。对，没错，所以没什么不好。是的，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你们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